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启蒙这个话题。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这位朋友也很喜欢看我的频道，他说我的节目是在启蒙别人，开启明智，我很感谢他的夸奖。不过我自己倒不认为这是我的动机，这并不是因为我谦虚，而是因为我期待的是和同类进行平等的交流和讨论，而非启发或者教育别人。那刚好我最近重新读了一些5·4后的新小说，对这个话题有了新的感想，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启蒙在中国的困境。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说启蒙这个词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汉语里本来不存在这个意思，启这个字源于孔子。论语说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等到学生苦思冥想也不懂的时候再去启发他，点拨他。这里的启发就是教师对学生进行一种外在的启发。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儿童的单纯、天真和蒙昧的状态，所以启蒙这2个字连起来就是去启发那些未开化的人，把他们当成儿童去教育引导。但这个翻译就和启蒙的本意有差别，比如英文 enlightenment 字面意思就是照亮，法语和德语的启蒙也都有光明、灯光的意思，就是理性的光照亮了我的灵魂，它并不必然包含那种启发别人的意思，而更多指的是自我启发、自我觉醒。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一些人以他人思想上的引导者和监护者自居，而启蒙正是要摆脱这种不成熟的状态，也就是不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知性。虽然人的启蒙过程必然涉及到向他人学习、与他人交流，但归根到底，这个光明是从自己的灵魂里产生出来的，是来自于每个人本身就具有的超越性和实践性的理性。而中文的启蒙一词，则似乎总是要预设一个启发者和被启发者，老师和学生，主体和客体。这种意义上的启蒙，就是一个监护人自上而下的对被监护人的启蒙，而这恰恰是违背了启蒙原本的精神的。这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最大的启蒙运动，也就是5·4运动之中。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激烈地批判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和历史，包括毛泽东本人在青年时期也可以算作一个热心的启蒙青年。而这种在当年颇为先锋、解放和进步的精神，后来逐渐被改造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直到文革时期，虽然启蒙思想已经一点不剩了，但它在名义上仍然能够追溯到5·4时期。那么当年那样进步和解放的思想是如何一点点变质的呢？最近我看了一些那个年代描写思想觉醒的小说，就发现许多作家在涉及到爱情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特别偏爱描写师生恋，准确地说是男老师和女学生的恋爱。虽然他们并非一定是老师和学生的身份，但他们的互动符合师生恋的模式。男主角基本都是书生、知识分子，他们吸引女人主要是靠知识和才华，而女主角也都是非常美丽、温良、冰清玉洁的，他们也有一点文化和追求，但遭遇了困境，因而在爱情中主要是被男人启蒙和教育的对象。比如在杨沫的《青春之歌》里，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总是被她生命里的一个又一个男人所推动和唤醒的。矛盾的小说创造里，主人公军石想要将他的妻子贤贤改造成一个理想的女子，于是就安排贤贤读各种西方著作，比如唯物论、进化论、尼采哲学等等。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里，男主人公娟生和子君的恋爱也是聊天，当然这种聊天是单向的，子君总是睁着美丽的眼睛，微笑地看着娟生侃侃而谈各种文学家、哲学家，最后就说了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娟生便立刻觉得中国的女性并非无可救药的，感慨自己的启蒙终于有了成果。还有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也是类似的男老师和女学生的关系。总之，我们可以发现5·4时期知识分子构想的男女关系常常建立在单向的启蒙之上，他们的恋爱内容似乎非常纯粹，就是报书名、列书单、讲课，或者宣扬进步理念，然后女人被男人在精神上拯救，并爱上了男人。这种建立在启蒙的男女之爱，
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缩影。当然，这些小说的思想层次也是不同的。我们先从杨沫的《青春之歌》开始说起。《青春之歌》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北大的一系列恋爱故事。这本书销售量达几百万册，被翻译成了10几种语言，时至今日还被官方列入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小说以女主人公林道静与3个男人的情爱纠葛为主要线索，展现了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过程。故事一开头就描写了林道静的形象，一个朴素、孤单的17、18岁的美丽少女坐在火车上。这个少女穿着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周围的男人纷纷开始注意和议论她。小说为什么要给女主一个浑身白色的设定？白色带给人一种纯洁、温顺和未染尘埃的感觉，也有一种易碎和脆弱感，仿佛一张尚未被书写的白纸，暗示了林道静未开化和天真的心理状态。小说一开始就描写周围男性的窥探和注视，也凸显了他在接下来的成长中所要面临的艰险。他似乎总是一个又一个男性的欲望对象。起初，林道静逃离了黑暗的原生家庭，在社会上遭遇了各种不幸，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帮他找工作的男人，然而却意外得知对方只是想把自己送给县长做姨太太。他非常绝望，想要跳海自杀，被一直在旁边关注他的于永泽救起。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于永泽是北大学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吸引林道静的主要是文学水平。于永泽和他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拜伦的诗，聊到了中国的曹雪芹、杜甫和鲁迅。于是林道静睁大眼睛，听着从他嘴里慢慢流出的美丽动人的词句。于永泽也鼓励他，称赞她是独立的女性。他也非常感动，喜欢上了这个男青年。他们很快就过上了同居的生活，这是典型的5、4青年的恋爱。然而同居后的激情很快就消散了。林的生活整天都是洗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等，他感到沉闷和窒息。于永泽虽然嘴上认为女人要走出厨房，但仍然希望林能够留在家里做事。林道静渴望走出家门找工作，于永泽就不太高兴。等到林道静找工作碰壁后，于永泽又暗暗开心。他总是考虑毕业后如何找工作的问题，打算为了好找工作而钻研考据学。林道静终于发现，于永泽是一个自私、庸俗、小家子气的人。小说明显是想借此批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狭隘，从而为接下来女主人公走向共产主义做铺垫。然而，小说塑造于永泽这个人物，不过是为了迎合红色意识形态树立的一个靶子。他隐喻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对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敌视，但这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污名化。于永泽的人格与其说是西方的，不如说是儒家的。他的理想生活就是娶妻生子过日子，男人在外面奔前程，女人在家洗衣做饭，同时男人凭自己的知识就可以让女人永远崇拜。这其实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模式，与崇尚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相去甚远。由于小说对于永泽的这种否定本身就是歪曲的，因此女主的下一次成长也是非常可疑的。林道静遇到的下一个男人是同为北大学生的共产党人卢家川，两个人逐渐相爱了。卢家川就不怎么在意找工作这种细节，他总是带着愤慨和富有煽动性的音调去谈论革命、国家、历史、政治。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首先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然后才有我们个人的出路和解放。这让林道静感受到了一种宏大的视野和全新的成长，他感受到了这才是自己的归宿，是超越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哲学的。然而，卢家川真的就比于永泽更进步吗？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平的一所公寓里，卢家川对林说道，大概这是你在象牙塔里住得太久的缘故。小林，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你应当赶快从个人的小圈子走出来，看看这广大的世界。这世界是多么悲惨，可是又是多么美好，你赶快出来看看吧。接着，
卢家川又问他，你没有读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吧？可以读一读，还有苏联的文学著作也很好，你喜欢文艺，该读读铁流、毁灭，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可以看出，卢家川和他的相处模式仍然是单向的列书单以及讲大道理，只是这次的书单和于永泽喜欢的那些西方的书单不同，都是苏联的书，讲的道理也都是革命的大道理。在两个人的交流中，林道静仍然是那个被动的倾听者，他经常感到自己简直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而卢家川的每一句话都能给他的心灵开了一个窍门。林道静再次感到自己被澎湃着的激情震撼着，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卢家川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和超越，然而理论毕竟不能救中国，因此小说在写完卢家川完成了对女主的启蒙后，就安排他被国民党杀害了。林的第三个男人是县委书记江华，江华喜欢引导他关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果说前两个男人喜欢列书单，讲大道理，那么江华则更喜欢当一个考官。小说描写了他们在热恋期的一次交流，江华突然问他，道静，咱们来谈点别的问题，你知道现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吗？女主回答不上来，于是江华又问，你认为中国的革命将来要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下去呢？林道静只能来回摆弄着白手绢，答不上来。他感觉自己平时读的书不少，可是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就一句都答不上来。江华又纠正了他的错误，于是他再一次全神贯注地听对方讲话，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感情。最终，林道静宣誓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此时，他完全摆脱了少女的稚气，开始组织北大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故事到这里，女主人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作者显然是想以这三个男人来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5·4之后的3种选择，并以此来映射女主的进步。然而，不论是从左翼的角度启蒙，还是从右翼的角度启蒙，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些表面的分歧下有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看见对方，自始至终都是居高临下的启蒙和教育对方。他们虽然也听了女主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不过是预先假设了一套固有的观念，然后直接给对方一个类型化的诊断，引导对方要认识到诸如女性独立、民族解放之类的道理，但并没有创造一个空间让对方自由思考，自由地得出结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种对男女关系的想象，其实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隐喻。当知识分子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启蒙者，试图通过外在的宣传将真理灌输给群众时，这种启蒙也注定是脆弱和不稳定的。他并没有经历一个真正反思和重构自己价值观的阶段，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信念其实是每个人的内在本质，而只是把西方最流行的口号和理论直接拿来用，因此一旦觉得不好用，就轻易地认为这不能救中国，立刻导向别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觉醒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一个自我，他只是摆脱了旧的父亲，认同了一个新的父亲，那么他也很容易在更大的父亲面前再次放弃自我。正如我们在去年11月9日的这期视频所说的，面对权力的施压和诱导，他们原先坚守的观念被轻易地改造和渗透，少部分人被权力机器所碾碎，而大多数人则成为权力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他们的人格主体性被所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话语轻而易举地吞噬，出于软弱和恐惧。他们通过积极地碾压别人，使自己与权力机器融为一体来换得生存。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1949年后，他们仍然难逃被倾轧的悲剧性命运。而当我们去关注他们的心理结构时，又会发现他们从早年信奉自由平等，到一点点被改造和驯服而不自觉，背后又有着某些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
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